田小姐，这么晚了，真的不用我打车送你回家吗？不用，明天提早餐来见。那个，你们聊，我先撤了。小直，有何贵干啊，李警官？别生气，我马上消失。你那车报废了，来回骑摩托车不安全，我的车给你开。田小姐，你是谁？请问这里是田小姐家没错吧？请问你是谁？我叫冯栋栋，我是田小姐的助理，冰冻的冻，因为我妈生日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雪。要是门口站着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你让他进来，他是我助理。进来吧。
小姐，你昨晚没睡好吗？折腾了一晚上。一晚上？不愧是田小姐，能找到这样身材好又帅的猛男。诶，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知道的，我们家表兄弟加起来有18个，他就是18罗汉之一。你不用管他，他过2天就走。表兄弟，你是不是这两天论坛上热议的那个图书馆男神？还真是。哎，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你也想进娱乐圈你？不能删掉。不能。用我无敌的黑客技术，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原图还在网友手上，他们还可以再发。你是黑客？一点点了。不过，如果表兄弟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东东都可以随时候命的。谢谢。冯东东，别搞错了你的主子啊！田小姐，今天上午10点是角色的拍摄，下午4点是传说中屋子的试镜。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导演说了，非你不可啊！好没挑战啊！你也没演技啊！好帅呢！哎呀，这是哪里的图书馆？求剧透，求组团偶遇。老公，我想你，么么哒。你知道吗？网络传播的速度还真是恐怖。时间已经不再是我的优势了。为了身份不被曝光，我必须加快脚步，找到仇人，找回记忆。你是不是想问我查的怎么样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仇人现在好像已经知道我苏醒了，在暗中秘密地监视我的行动。等一下，我要去见一个人碰碰运气。至于好消息呢，我顺利住进了那个女人的家里，虽然她好像并不怎么欢迎我。不要回来！你走开！不要杀我！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回来！救命！不要杀我！救命啊！不要杀我！导演，刚才我演的怎么样呀？挺好的，挺好的，回家等通知。啊，真的，谢谢导演啊，辛苦了，谢谢导演，拜拜。下一个准备好了。下一个。
田小姐，事情怎么样？你受伤了？假血。不过冯助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非我莫属的女2号，导演喊了100多个人来试镜啊？嗯？满了？啊，最好的品种。不过田小姐，你买这个干什么呀？榨汁。神奇宝贝，我回来啦！今天有没有乖啊？那，你的晚餐。你的晚餐。你出去啦？我去见了一个故人。对不起啊。没关系。可看他反应不像是那个人。什么叫看反应啊？如果一个人看到了100年前被杀的人出现在眼前，那一瞬间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你的故人，你自己不认识吗？而且你的故人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说的自己好像偶像剧女1号似的，总在关键时刻失忆。真失忆了？只是一点点。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点点？大概10年、20年的样子。停！关于你的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多越麻烦。我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最好。同样呢，我的事情你也……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看起来你真的很爱他。我爱他？切，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爱他了？这个，我跟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洗2份，一份他们家，一份我们家。不过还要谢谢你帮我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把它丢掉。我看照片感觉到，这个人也真的很爱你。他爱我？好吧，我承认，在我们的姐弟之爱发展成倒霉的情侣之爱之前，我们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稳定的惰性气体。而这种感情一旦变质，惰性气体也变成了易燃气体，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爆，把我们俩的感情轰得一点渣渣都不剩。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剩的话，干嘛还要生气？生气？我一点儿都不生气。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2只眼睛都看到了。垃圾你来扔！
我到现在还爱他，是不是挺丢人的？你想不想飞？向云哥，小智姐的住院档案拿来了。辛苦了。那个护士长啊，可真是厉害，就只对你笑啊笑啊，可是没有搜查证，一点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案。科长也真是的，一个搜查证都要搞这么清。小杨哥，有哪里不对劲吗？出血量不对，小直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如果不是小直的血，那这些血很可能是刀切着的。有鱼仔，跟我去趟医院找这条裙子。好，我去开车。快！表兄弟，你要买相机啊？我可以帮忙推荐的。我叫薛灵桥。好的，大乔哥，以后大乔哥有什么需要顿顿帮忙的地方，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表兄弟，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图书馆等着他呢。这还仅仅只是几张照片的影响力。要是我们大乔哥真的进入了演艺圈，说不定比田小姐你还要红呢。冯东东，我告诉你，我可是凭借实力打败了100多个竞争者，才得到了传说中屋子的女2号。可是啊，我怎么听说，全都是因为张轩轩小姐向导演力荐你，你才有机会。再给我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弄不死你呢我！大乔哥，再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大乔哥救我！你好，你说那位收藏家去国外了？他多久回来？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好。我没钱借给你，千万别跟我借钱啊！拜拜。线粒体别名 Powerhouse， 细胞的发电厂。线粒体每次分裂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导致端粒缩短。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发电厂开始崩坏，直至完全失去了分裂的能力，人体也就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只要细胞分裂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但是，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可是癌细胞却是可以无限分裂的呀。很好的问题。癌细胞之所以可以无限分裂繁殖，是因为它们从正常细胞叛变为癌细胞时，带走了一个叫做端粒酶的帮凶。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使用是受限的，但是在癌细胞当中却能够修复因分裂变短的端粒。只要我们能够把端粒酶作用于正常细胞，把正常细胞变为永生细胞，那么人类抗衰老的问题就会得到质的突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比端粒酶更完美的修复酶，那么人类不老不死也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哟。
什么时候来的？当你讲到，只要细胞的分裂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的时候，那你的看法呢？我只希望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处在一个正常可控的范围，可以维持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只有出生率没有死亡率的人口恶性膨胀，就像地球的癌细胞。有趣的见解。不过，我研究的课题正是抗衰老和基因修复，把人类变成地球村上的癌细胞，就是我的梦想。言归正传，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案子的新进展。小哲的病历，看一下。出血量不对，这条裙子呢？是的，我发现出血量不对，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你的判断是对的，现场应该有第三个人。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还是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哎，你觉得哪种好？都不好。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女演员的表演艺术，好不好？你们演员入行没有门槛的吗？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我无法反驳，那是因为我的素养与谦虚。演戏谁不会啊？戏？No。怎么样？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给惊呆了？你开心就好。什么态度？你这是？自恋狂！别关那个页面，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他高祖父家里面有一幅画，他说，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如果真是这样，那有可能，在100多年前，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所以我想联系到他，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或许能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到时候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你以为写剧本呢？这么巧？我又不是怪物，我怎么会知道怪物在想什么呢？怪物就在我们家呢。徐妖怪，想采访你一下，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不老不死的呢？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妖怪，我跟你一样，我也……知道了，你是人嘛？哎，说800遍了，你气量真的很小哎。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知不知道？哎，赶紧回答问题，徐妖怪。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儿，但是为了艺术嘛，勉强可以牺牲一下啦。来吧，准备好了。老爷、夫人，神医请到了。来，神医。老爷、夫人，来这边请，快。快请，快请。神医请。犬子半月前上山打猎时被云豹咬伤，老农说伤口每日换药不沾水，静养即可。可犬子几日前突发高热，一直不退，这伤口开始变黑、腐烂。哎呀，这城中叫得上名号的郎中都请过了，可是犬子始终昏迷不醒，不见起色呀。您快给瞧瞧吧。
大人、夫人，请借一步说话。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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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姨请，请。请。请。薛大人啊，把其他郎中开的方子拿来我看看。好，小厮，哎，快。都是止血消肿的方子，倒也没错。既然没错，为何犬子变成这样啊？人被疯犬所伤，毒液通过牙齿、口液传播，可患恐水症。云豹是捕猎高手，性情凶猛，他的毒液怕是比疯犬更加凶猛，也未可知。看令郎的情形，毒液已进入了肺腑。如果光割去腐肉，排挤脓液，也是光治标不治本，恕老朽浅薄。我从来没见过这等凶险的病症，恐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呀，神医都束手无策，看来犬子的命是真的保不住了。还请神医务必救犬子一命啊！笔墨。快！是。神医。这砒霜。乌头，这，我这个方子是剧毒之物，其药效凶险霸道，以毒攻毒，同时放血排毒、禁食，以参汤吊命。用不用，还请大人和夫人自己再做决断。这，哎呀，好吧，快去抓药。是，老爷，快。给老爷请安。哎呀，又放了这么多血，人怎么能撑得住啊？神医说前3日都放半陶罐，之后就是每3日1次。刚刚公子腹痛难忍，疼醒了1次，又疼昏了过去。哎呀，好，走。是。神医啊，血乃人体之根本，这样还能活吗？撑过这3日，命能保住，血总能补回来。大人放心，连公子命大福大，定能撑过这一关。好。这是怎么了？啊！要不喝碗参汤试试啊？怎么样？
慢着，下去吧。薛公子吗？是啊。走，快走，快走！最近发生了何事？没啊，没什么事儿。他们不都爱嚼舌根吗？哎，公子，您不是要去茶楼吗？我们走。哎。他怎么没死啊？薛家公子啊，被豹子咬了以后又不好了，一点饭食都不进。 每日啊，还要放1海碗的血，喝2碗穿肠毒药，不是变成怪物，还能是什么呀？哎呀，前2日啊，将军府上大晚上去退亲，出来也邪了门了。公子，有什么吩咐？将军府来退亲了是吧？公子，您这是听谁说的？他们刚才说的，你没听到吗？公子，您就别当小的寻开心了。 隔那么老远，周边乱糟糟的，能听到什么呀？您听错了。我邻居家的外甥女在薛府做丫鬟，也是这么说的。哎呦，真是！薛兄，哎，你叫他做什么？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薛公子变成了一个靠喝毒药过活的怪物，你怎么还敢招惹他？听说前几日将军府家的小姐刚退了薛家的婚，咱们哥几个之前个个都不如他。 如今啊，正是咱们找回面子的时候了。哎，他怎么走了？哎，薛兄，乔儿，母亲，您怎么来了？娘就是觉得有点闷，想跟你聊聊天儿。儿子知道母亲要问什么，不过美人丫头送过来又拿走的饭食。 母亲不都亲自看过了吗？虽说普通的饭菜吃不下，但是儿子眼下只要喝着参汤还有菜汁，也可以好好的活着。婚退就退了，反正这也是一门没有见过面的娃娃亲。外面的人想说什么，随他们说去。外面的人怎么说，娘都不在乎。娘就是让你快点好起来。 还是让沈姨再想想办法吧，啊！夫人，公子，沈姨来了。沈姨，快请坐。夫人好，公子好。沈姨，请坐。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呀？我感觉一切都好。这怎么叫一切都好呢？到现在吃不下饭食，你说这么大个个子，只喝些汤汤水水，这怎么成呢？是被那些汤药伤了胃肠，慢慢调理，急不得啊！我看看，哎呀，烧酒。这才3日，不可能啊！匕首，沈姨，不要怕。辞官，怎么回乡去？能让咱们回乡也就罢了，上头的
意思要把乔儿给带走。老爷，要是乔儿被带走了，那就完了。不用担心，咱们就这一个儿子，说什么也要保住他。快，五块门都杀进去！等你们杀进去，怪物早就跑了。再给我半个时辰，后门就没人守着了。到时候我带大家从后门悄悄进去。好，走，走，快！乔儿，这么晚了你……乔儿，你这是做什么？母亲大人，父亲大人，请听孩儿把话说完。如今孩儿身体异于常人，留在家中恐为家族留下祸端，后患无穷。怎么，你要走？唯有离开，父母才能过太平日子。我要寻遍名医，总不能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怪物，受人诟病。哪是什么怪物？娘懂你的意思，走吧，走吧。只要你好好活着，娘就无所求了。父亲、母亲大人，请你们恕孩儿不孝。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重逢。望孩儿好，保重身体。乔儿，乔儿，安心的走吧。这个是老祖宗留给娘的，现在替娘陪着你啊。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是药。按照您的要求，画好之后特地进行了搜救处理。好，薛灵桥那边怎么样了？他已经留言说想看看这幅画。把我回复的时候，小心被怀疑。他现在失忆了，应该比我们要着急。明白。我的胸口不是公共设施。徐妖怪，我知道那个奇怪的心跳声从哪来的。这里，好像只要稍微的距离远一点，就会不安的跳个不停。由于是你救了我的原因，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心跳频率是相同的。只要靠近就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太近或者太远的话，就感受不到了。你对我也这样吗？只要你情绪波动大一些，无论多远，我都能感受得到。难道这就是电影中传说的心电感应？我更愿意称之为相互牵制的作用。那范围呢？不清楚。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往那边走。体验不到，继续走。
概100米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你再继续走，看看多远听不到。好。大概1公里就听不到了。已经很远了。现在心跳声还很大，继续走。能听到吗？能。你确定？继续走。现在呢？喂，喂，能听到吗？喂，再见！500公里以外的血妖怪，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回来了，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大仇未报，需要想个办法，让他主动留下我才行。就这些。真的，田小姐怎么可能会被人威胁勒索？她不勒索别人就不错了。那我们家呀，小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你听说过收入上了排行榜的女明星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啊？伯父，你对我凶也没用啊。田小姐对我也很抠门的，我每个月除了房租跟吃饭，都没剩下什么钱。就这么一点工资你都敢做，可见你对我们家小池图谋不轨。我这一点就看出你的人品，你的个性，糟糕死了。没有，怎么可能啊？这你还到了家里了，你还不说实话？你这……哎呀，行了，你已经把小池的8个助理都给吓跑了，还不够啊？东东，伯母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诚实又靠谱的孩子。别怪伯父啊，可怜我们天下父母心。我们从小就想把小池培养成个名媛淑女，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培养。我们希望她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钢琴家或者画家，然后嫁给身家只有几亿的老公，过上那种普普通通的平凡人的日子。可是我们管不了她呀，她还是要去做那个抛头露脸的艺人。所以今天伯母请你来家里，是希望你能帮我，不，是以一个母亲的名义求你，今后小池的一举一动，她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都告诉我们好吗？不行的，伯母，田小姐知道会扒了我的皮的。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一定不行？一定不行。真的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你最近都没有打电话给我看八字，怎么放弃了？也是，像你这种超级倒霉体质，大概只能养一只不会死的妖怪在家才安全吧。好，换下一场。下一场，张轩小姐。我先过去了啊。血妖怪算不算啊？小直，李教授，好久不见了。刚下班经过，看你在这边。我听叶琛说你恢复得很好。是啊，这什么事儿都没了。啊，那些等着看我毁容的人都气得半死。哎，对了，安妮现在有10岁了吧？当初我跟叶琛分手的时候，她气着哭着都不肯见我们。现在应该长大气消了吧？我离婚2年了，安妮跟她妈妈去美国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没关系，是我对不起他们，只顾着工作，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对了，很多车祸之后都有后遗症，医院有时查不出来。你现在要是没事的话，不如跟我去一趟研究中心，抽个血，做个更详细的检查，就在学校旁边，很快。不用了，我没什么后遗症的。这后遗症刚开始症状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真的不用了，我真没什么后遗症。那边可能会拍到我，我先过去了。李教授回见。哎，小直，你说，我对女婿的要求那么低，那为什么小直每次都嫁不出去呀？哎呀，你也别过度悲观。我们家妹妹的桃花运不断，之前还交了7个男朋友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分手告终呢？以后啊，她再遇到合适的人，就不让她分手，绝对不让她分手。就像你一样，当年死皮赖脸的牢牢抓住我。老婆大人英明。所以说呀，你不要过度的保护她，只要有几亿家产的老公，让她过上普通的日子，就让她嫁。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场车祸是人为蓄意造成的。我需要你配合找到所有可能会对这具休眠体感兴趣的研究所或个人机构。这个我已经在整理了，晚上发到你的电子邮箱。好。喂，怎么了？洗手间在哪儿？在那边。哎，你没事吧？没事，上火而已。你先走吧。轩轩，啊，是张轩轩，轩草妹，轩轩，轩轩。不好意思，让一下。好漂亮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叶老师好。谢谢。萱萱，帮我也签个名吧。不好意思，请让开，这是我的车。谢谢。
张萱萱小姐，虽然你很漂亮，但是你也不能挡我车前面啊。叶琛，你下课了？这是你的学生们吗？他们超可爱的。你们好。哦，我和你们叶老师是好朋友，我们约了去吃饭。那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里，好吗？是啊，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艺人也是要隐私的哦。多谢啊。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叶先生性骚扰的事情吧。做女人真是辛苦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聊一聊，张小姐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以前你去拍摄场地接田径直收工的时候，我见过你。而且你劈腿的事情，人尽皆知。对了，你和我前女友不和，那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就有话可以聊了。我能理解你和她不和的原因。电视上看起来完全就是小仙女，既漂亮又可爱，像个芭比娃娃。但是私底下脾气和嘴巴真的很坏，竟然到处说我劈腿。警察叔叔，这里有变态！张小姐，过河拆桥不好吧？对手之所以能成为对手，那是因为旗鼓相当。你瞧不起我的对手，也就是瞧不起我。警察叔叔，他刚刚摸我腰，还摸了他的鞋跟。萱萱，你用鞋跟踢他。臭小子，你到底帮谁啊？小乖，你活这么久，给谁熬过粥啊？那就是没有啦。就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星球上学的黑暗料理啊？啊？我看书上说，米、水、盐，小火煮1个小时，哪里不对？你到底放了多少盐？书上说少许，所以比米放的少了一些。哼！这个咸度完全可以把我储存起来，时甚200年不化。连小燕那么笨的人都会。记得把碗洗了。
已将画和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发过去了。好，明天的收网务必万无一失。徐妖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失败啊？活了500年，连个粥都熬不好。我不是厨子，有什么关系呢？倒是你，当演员竟然不会演戏。你说谁不会演戏啊？我现在就出门演戏去。你呢？不会在这准备熬1天粥吧？我告诉你小心啊，别把我们家厨房烧了，要不然我要你的要命！我联系上那个收藏画的人了，约了一会儿见面。失忆男主角，祝你好运。姐，你怎么来了？哎，姐，别，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姐。之前逃课去院门口静坐，现在要跑来追星。纪小比，你知不知道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真的打算高中毕业后就去工地搬砖是不是？那不是静坐，是守护，是爱的守护。守护你个头啊！你跟变态有什么两样啊？你。需妖怪进入感应范围，他不会是要来偷偷探班的吧？难道是想当面嘲笑我的演技？天剑指，不要怕，你可以的，好好发挥。来了。走。准备，开机，3、2、1，开始。到底是谁把我变成怪物的？你不清楚吗？而且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心里没数吗？既然做了那么多，那么也不差这一项。怎么是小匕首啊？怎么回事？小姐，天津市。小姐流血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快！送小医生去！快！你这怎么回事你？
这栋楼是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不会有人进出。另外，我还在外面安排了人巡逻。拉出距离，不要靠近了。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骄傲的猛兽，等你冻上1天1夜，抽干你的血，我看你还怎么骄傲。你怎么回事？你是道具师，事先准备好的没有开封的匕首，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不是我准备的那把匕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管道具，你不知道谁知道？灯光是知道，录音是知道啊！哎呀，真是有可能是变态粉丝，或者是其他跟田小姐不合的女演员做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导演。别再骂他了，应该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小芝，你的手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伤口不深，只要不沾水忌口，很快就好了。只是我的戏……哎呀，没关系，我先拍其他人的，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出来是谁做的。那什么，你赶紧先回家先休息休息。哎，谢谢导演。走。心跳怎么这么乱？薛妖怪到底在搞什么鬼啊？停车！心跳声没了，难道薛妖怪在100米之内？田小姐，要下车吗？下车干嘛？我要赶紧回家养伤了。哦，走吧。不想让我看到你的狼狈样啊，那咱们就明天见。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猛回头》，我是主持人杨亦菲，我是虞姬。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们还在外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重磅的八卦新闻要爆料吗？对，这里就是田径直受伤的现场。据说田径直在片场受伤，是因为有人把道具的刀换成了真的刀。幸亏只是歌手的戏，如果是捅心脏的戏，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是的，没错，今年真的是田径直的倒霉年呐，灾祸不断。我建议田小姐可以去找个大师帮您点化一点哦。不过听说警察上午就去勘察了现场，下午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居然是田小姐的超级粉丝啊！什么倒霉年？本小姐活了28年，年年倒霉。你以为我就没找大师算过吗？井我都挖了3口，3口，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哈，那小学课本上还说呢，吃水不忘挖井的。我没亲自挖，那就不算了吗？还有啊，现在那粉丝那都怎么回事啊？你家里很穷吗？脑子有问题没钱治是吗？无论如何，这脑残片和变态片1日3次，饭后温水服用 ，OK？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老大，你们抓错人了吧？
莲花妹是我的女神，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我只是去片场捡来一些莲花妹用过的东西，顺便在网络上炫耀一下。可换匕首真的不是我干的。薛妖怪怎么还不回啊？他不会看完那幅画，想起仇人是谁，自己报完仇跑了吧？薛妖怪终于自己滚蛋了，我自由了！薛妖怪也太没礼貌了吧！好歹走之前跟我说一声是吧？害我一个人在这瞎担心。等等，我这是在担心薛妖怪吗？呵呵呵呵呵，这个笑话也太好笑了吧！哼，我巴不得他分分钟消失。哼，再说了，他这飞檐走壁的，也没有谁能对他怎么着。薛妖怪不会上当受骗了吧？哎呀，这毕竟没有上过几天网，还是太单纯，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相信骗子的话呢？哎，这骗子也是够缺德的，欺骗一个500多岁的老人家。咦，不过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应该立刻、马上、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羞辱他。行动！怎么一路过来，薛妖怪的心跳越来越怪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田径之，你可是来看笑话的，要摆正态度。但这一看就是没有启动的写字楼啊，怎么会有人约在这儿啊？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打不通？在电梯里？薛妖怪不会困在电梯里的吧？不行，万一薛妖怪真的被人困住的话，周围肯定有敌军埋伏。走后门，嘿嘿。召唤飞天小蝙蝠！
田径之，你就可以当女特工了，好吗？薛文强，薛妖怪，薛妖怪。 薛妖怪，薛妖怪，你在不在啊？在的话，你应一声。这阴森森，我挺害怕的。我在。薛妖怪，薛妖怪，你没事吧？好了。你等等，我报警。 不能报警，你是妖怪！你等等我，我马上救你啊！这。是的，薛妖怪，你到底得罪谁了？下手这么狠！哎呦，啊，我是没力气了。你不力气很大吗？你自己把他拉起来吧。薛妖怪，这超能力不抗冷啊！ 那怎么办啊？哎，你坚持一下，我马上想办法啊！薛妖怪，千万别睡啊！这一会儿它就暖和了。